今天要為大家講述日本史上極具爭議的恐怖神秘案件小天使事件。這起發生在2003年的綁架案，因受害者是4名小學6年級女生，兇手離奇死亡且背後疑點重重，一度轟動日本，最終卻淪為無人敢觸碰的禁忌話題。案件的核心人物名叫吉里，他的背景堪稱矛盾綜合體。吉里成長於高官家庭，父親曾是日本警視廳官員，後調任日本知名報刊《讀賣新聞》擔任部長，家境優渥。他畢業於東京藝術大學，曾從事設計師工作，憑借優越的家庭背景、斯文的外表，從大學時期便交往過眾多女友，還曾輾轉紐約、巴黎等地。然而回國後的他卻畫風突變，先在牛奶店做兼職，後竟淪為牛郎。也正是這一時期，他踏入了日本的色情行業。起初，吉里只是介紹日本女性參與遠交性交易，但因本身是蘿莉控，他逐漸將魔爪伸向未成年人，創立了專門組織未成年少女賣淫的私人俱樂部小天使。他的運作模式隱蔽且卑劣，在東京街頭用金錢引誘未成年少女加入俱樂部，再將他們介紹給有特殊癖好的男性顧客，有時還會偷拍不雅視頻威脅客戶，以此謀取巨額利潤。令人震驚的是，警方後來在他的銀行賬戶中發現了高達35億日元的存款，足以見得這個非法俱樂部的盈利能力。2003年7月12日，吉里手下的一名女高中生在澀谷街頭以有償打掃房間為誘餌，欺騙市民小學6年級的4名少女，約定次日前往某公寓賺取零花錢。涉世未深的少女們信以為真，第二天準時赴約。然而當他們抵達公寓準備開始打掃時，吉里立刻露出了邪惡的真面目，對他們說道：“你們應該很清楚來這裡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吧？”隨後便用手銬和眼罩將4名少女监禁起來。少女们的家長發現孩子徹夜未歸後，第一時間報警求助。由於4名小學生同時失蹤，這起案件迅速引起了新聞媒體的瘋狂報道。在以安全著稱的日本，突然發生如此惡劣的綁架监禁案，瞬間在全國範圍內引發轟動，民眾紛紛為少女們的安危擔憂，案件的關注度持續攀升。2003年7月17日，事情出現了轉機。被监禁的4名少女中，有1人成功掙脫手銬，在確認外面沒有動靜後，趁機瘋狂逃出公寓，向附近的一家花店求救。花店店員得知情況後，立即致電報警。警方趕到後，根據少女的描述，迅速闖入公寓，成功解救了其餘3名被監禁的少女。4名少女隨後被救護車送往醫院檢查，結果顯示她們除了精神有些錯亂外，身體並無大礙，也沒有發現被性侵的痕跡。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警方在公寓的一間房間裡發現了吉里的屍體，死亡時間約為10幾個小時前。法醫給出的屍檢報告顯示，吉里死於急性一氧化碳中毒。然而，隨着調查的深入，更多不合常理的細節浮出水面，讓這起案件變得愈發撲朔迷離。幾天後，搜查人員在吉里家中搜出了超過1000盒錄影帶，以及一本記載着超過2000人的顧客名冊。起初，有記者向警方詢問名冊內容時，相關搜查人員不慎透露，裡面記載了許多有名的醫生、律師和政治家的名字。這一消息引發軒然大波，民眾紛紛猜測案件背後可能牽扯到日本的上層社會。但沒過多久，警方突然召開記者會，改口稱查獲的顧客名冊中大部分名字為假名，因此決定不再追查名冊相關線索。更令人費解的是，警方很快宣布吉里的死亡原因是畏罪自殺，並以加害人已死亡、受害人安全獲救為由迅速結案，且聲稱案件沒有涉及其他同夥，不再繼續追查。警方前後矛盾